萧炎一行人离开后，白袍男就问起了火炙怎么样。名为火炙的红袍女十分平淡的道：很强的异火，若是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与他交手一场，看看我这异火榜上排名第8的红莲业火与他的异火究竟孰优孰劣。那肯定是萧炎的强啊，会进化的异火，就问你怕不怕。白袍男听到这话，没忍住又翻了一个白眼道：你就只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一行4人中，一面容轻佻的男子突然出声道：萧族当年与古族最为亲近，不过族与族之间的友谊永远都是建立在相差不多的实力基础之上。这些年若非古族有着一些长老反对的话，恐怕连留在这里的萧玄之墓都将会被他们强行破开了。毕竟斗圣巅峰强者的墓穴没有人可以抗拒啊。白袍男却是摇了摇头道：那只是一些激进派罢了，也不用一棒子打翻所有人。随后伸了一个懒腰，又笑着表示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每20年开启一次的天幕。话分两头，白袍男这边正聊着天幕，萧炎他们在赶回住处的路上又遇见了不速之客。望着那在前方的林间小道尽头立着的3道身着黑袍的身影，小医仙一行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然而这3个神经病不是来干架的，而是来放狠话装逼的。3人都是魂族的人，领头的叫魂牙，他带着马仔来堵萧炎的目的之一就是看笑话，美其名曰想来看看当年将魂族死死压住的萧族现在落魄成了什么模样。第2个目的就是放狠话给萧炎。魂牙有一种迷之自信，他觉得自己的先祖是当年重伤萧玄，并且导致萧玄最终陨落的人之一，因此他认为这一次自己将会是了结萧炎的人。完全没将萧炎放在眼里的魂牙放完狠话就径直离开了。萧炎对这样的脑残完全提不起开口的兴趣，默默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记上一笔就是了。毕竟这等恶意的羞辱不能就这么算了，总能找到机会让这个嘴欠的脑残永远闭嘴。先祖萧玄之墓似乎就是个不错的葬身地。3日后，终于是到了古界开启的时间。萧炎一行人抵达古圣城的城中心处，那一片极为巨大的湖泊时，就见一道极度璀璨的光柱突然自那湖泊之底爆射而出，最后与这座城市的能量罩连接在一起。通往古界的空间之门已经开启，诸位请进吧。望着那巨大的空间之门，古训微微一笑，然后朗声道：萧炎见已经有不少人陆陆续续的进了空间之门，也带着小医仙等人准备进去，不曾想在那空间之门周围黑烟军的将士们中突然冲出来一条拦路狗。萧炎十分硬气的直接朝着对方撞去，2个肩膀接触的一瞬间，一股股劲力以极快的速度连续轰击在灵朽的肩膀之上。灵朽不敌，连退3步，半只脚都陷入了湖水，才彻底的稳住身形。意识到自己干不过萧炎的那一刻，这位黑烟军的2统领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萧炎瞥了他一眼后没说什么，抬脚就准备进入空间之门。就在萧炎即将跨进门的那一刹，灵朽阴冷的声音突然在萧炎耳边响起：萧炎，我等着你像死狗一样的爬出来。听到这话的萧炎身形一顿，随后不甚在意的淡淡一笑，头也不回的就进了古界。咱也不知道打不过别人还有什么脸在那儿狂吠。古界内，萧炎一行人刚从空间之门行出，就感受到了这片天地所蕴含的那种浓郁能量，随后就见一大片乌云朝着众人的方向涌来。萧炎眯着眼眸，片刻后才确定那不是乌云，而是10只能够将乌云凝出并聚在船身的战船。这等手笔，中州上可没有多少势力能够比得上，不愧是古族啊！望着那飞速而来的战船，萧炎轻叹道：这些战船正是来迎接客人的。战船上，萧炎闭上眼眸，仔细地感知着周围的空间波动，再次睁开双眼时，不由得感叹道：能在空间之中穿梭，好神奇的战船。此时一道笑声突然从其身后传来，随后才为萧炎解答道：这种战船是古族自远古流传而下的东西，叫做缩空舟。说起速度的话，恐怕就连斗尊巅峰的强者都是赶不上，不过可惜这东西如今实在是太过罕见了。萧炎偏过头，就见来人是在酒肆内见过一面的白袍男。萧炎暂时没在这个人身上感觉到什么恶意，便微微一笑，冲着白头男抱拳道：多谢阁下告知。客气了，在下火炫。白袍男也笑着道。萧炎正想告知对方自己的姓名时，就见火炫冲着萧炎摆了摆手道：当会冠军萧炎，我知道的。萧炎笑了笑，随后问道：火炫兄应该是炎族的人吧？
火炫点了点头，道：真要说起来，很久以前我们两族也是颇有渊源，不知道萧炎兄此次来古界是否也是为了天幕开启？天幕？萧炎愣住了，也没有人告诉我呀。火炫一看萧炎这懵逼的表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随后就同萧炎仔细地说了说这天幕。天幕里有着不少强者的墓穴，其中就包括萧炎的先祖萧玄之墓。天幕内拥有着众多远古强者的能量印记，而这些印记化为了他们生前的模样。只要有人能够将他们击败，便是能够获取能量印记，并将之吸收，进而提升实力。可以说这些能量印记就相当于真正的高阶丹药，而且还是可以多次服用，并且不会减少太多效用的那种。除此之外，天幕之中的时间流速相当于外界更为缓慢，天幕中的5天只相当于外界的1天。不过天幕仅20年开启一次，而且每次在里面的时间顶多3年，也就是相当于外界的半年时间吧。当然这等好地方能够有资格进入的仅仅只是远古8族的人，严格来说萧炎也是有资格进入的。萧炎听到这里已经是对进入天幕极度的期待了，不过他也有疑惑，萧族已经这样了，自己也能进？火炫摊了摊手表示，规矩就是如此，不论萧族如何落魄，总是曾经的8族之一，当然总归是要遇见一些麻烦的，不过他相信以萧炎的实力应该能够解决。聪明人之间的交流往往无需多费口舌，萧炎明白对方的举动是在示好，郑重地冲着火炫抱了抱拳道：多谢火炫兄弟告知。火炫见萧炎如此上道，便又提点了萧炎2句，让萧炎多注意一下魂族与药族的人。魂族这个死对头是没得说的，而药族那边派出来的人，因着药老以及萧炎风头正盛的缘故，定会为难1、2。毕竟派出来的可是在药族之内号称人药子的药极星，实力8品中级炼药师。火炫透露出来的情报对萧炎来说还是很及时的，他也成火炫的情。火炫离开后，萧炎就领着众人准备去战船的另一头溜达溜达，不曾想刚走到战船的船头附近，就被一身着劲装的长发男子邀请喝茶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